李贵人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你不是在养心殿吗？我刚离开一会儿回来，轿子就不见了。我也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啊！那个背影不是以丹哥哥吗？那他……哎呀，不好了！莫非是以丹哥哥与皇上？哎呀，那咱们赶快进去看看呀！快点，走走走！李贵人，李贵人。李贵人，这下糟了！别慌张，冷静点。李贵人，可是刚刚在养心殿的人是以丹哥哥呀！安总，这件事只要你不说，我不说，就没有人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李贵人啊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你没看见皇上醉得不省人事，这可是我的大好机会。只要明天皇上醒来的时候，看见我躺在他的旁边，哎呀，那我在宫里的地位就不可同日而语了。可是以丹哥哥的……哎呀，你傻了吗？以丹哥哥马上就要嫁给烈亲王了，你说他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把这事说出来吗？这么说也对呀。所以说，只要你不说，我不说，就没人知道这个秘密了。李贵人啊，今晚你可得好好服侍皇上啊！那还用安总管交代吗？奴才告退。你这是跑哪儿去了？让我找了好一阵子，担心死我了。晴儿，快送我回去！快送我回去！格格。皇上，李贵人，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李贵人子和今日起晋升为宣妃，特赐金钗1朵，绫罗绸缎数匹，宫女4名，钦此。怎么回事？朕的掌心上怎么会倒印着“玉掌明珠”这几个字呢？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有这种事，是不是病了？夫人，青儿也不知道格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昨晚格格回来之后，就一直把自己锁在房里，叫青儿不要打扰她。今早给格格端洗脸水，格格还是不愿意开门，真叫人担心呢。这孩子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塔儿，我再也没有脸去见你了，我对不起你。不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要洗干净，我要洗干净。为什么会洗不干净？为什么？快开门，是额娘。额娘，额娘，额娘，你不要管我了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一丹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别问了，你别问了。一丹，快出来吧。夫人，夫人，列亲王塔尔来访，王爷让您和格格前去大厅。一丹，你都听见了，列亲王在等着咱们呢，快出来吧。不，我不去见他，我谁都不见。一丹，额娘，我求求你们了，你们别再逼我了。青儿，你在这儿好好看着格格，知道了吗？是。夫人，请。格格。
这陈总管已经过去通报半天了，这夫人和一丹还没出来，列亲王失礼了。不要紧，我再等等无妨。好，哦，列亲王，怎么不见以丹呢？哎，夫人，以丹不知道列亲王来访吗？以丹身子不舒服，现在还在房里歇着呢。不如等以丹身子好些，我让他亲自去列亲王府回访，好吗？以丹不舒服，他到底怎么了？没有什么大碍，列亲王不必担心。列亲王，列亲王，晴儿，怎么回事？格格刚才写了封信，说要交给列亲王。列亲王，以丹信里都写了些什么，让你这么惊讶？以丹说，他要退婚。啊？我不信，我要亲自问清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以丹，以丹，我是塔尔，你出来，我们谈谈。塔尔，你回去吧，就当我们没有这回事。你回去吧。为什么？以丹，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呀？为什么对我这么绝情啊？以丹，你回答我呀！以丹，你说话呀！以丹，不许再胡闹了，快开门！阿妈，我求求你不要再逼孩儿了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。你怎么可以胡来呢？你出来把事情说清楚，为什么做出这种鲁莽的决定？你总得有个缘由。我告诉你，退婚这件事，没有我的同意，岂能作数？阿妈，我的心意已决，不会再改变主意了。塔儿，你回去吧，你回去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你把我忘了吧，你把我忘了吧。列亲王，实在对不住啊，本王也不知道小女为何突然要退婚呢。我看，请列亲王先回去歇息，待本王将来龙去脉弄清楚，必将亲自向列亲王说明。列亲王，如有得罪之处，还请海涵。郑亲王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不走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我要在王府外面等以丹，直到他出来，当面给我讲清楚这件事为止。你是怎么教育女儿的？竟然拿婚姻当儿戏！咱们女儿的个性，你又不是不了解。以丹会这么做，一定有咱们不知道的原因啊！我不管什么原因，现在列亲王就站在咱们府外，这个消息很快会传到圣上的耳朵里，到时候我怎么向圣上交代？总之，我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必须让以丹嫁给列亲王。启禀皇上，听说列亲王已经站在正亲王府外好几天了。
无论刮风下雨，他就是不愿离开。宫中的大臣们私下里都在议论这事儿。这塔尔还真不像话呀！朕还担心他连日告假不上朝，是不是病了？原来，竟是为了儿女私情。想不到，他还是个痴情种啊！皇太后驾到！儿臣叩见皇额娘，皇额娘吉祥。皇上请起。谢皇额娘。参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坐吧。谢皇额娘。皇额娘，今日怎么有闲情逸致来逛御花园啊？还不是宣妃要陪哀家逛逛花园。她说多走路对身体好。哦，对了，皇上，你可听说以丹格格退婚之事啊？儿臣方才听小木子说了。哀家非常了解以丹的个性，他绝对不是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，所以请皇上务必关心此事，了解其中的原因呢。儿臣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件事，正打算亲自去一趟正亲王府。那就好。皇上，让臣妾也陪您一起去吧。不用了，你留下来陪皇额娘吧。是。皇额娘，那儿臣先告退了。恭送皇上。奴才安和顺叩见宣妃娘娘。起来吧，灵儿，你先退下。是，奴婢告退。娘娘，敢问何故找奴才来呀？是不是那夜的事，我听说以丹格格那边出了点状况。这事要是泄露出去，那可是犯了欺君之罪，咱们可都是要掉脑袋的。奴才知道，奴才知道。娘娘，请放心，奴才绝不会把此事泄露出去的，更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。你本宫很放心，可是那几个抬轿的小太监，本宫可就不放心了。我要你想办法，让他们永远闭上嘴巴。你应该明白本宫的意思吧？娘娘息怒，奴才一定照办，一定照办。本宫还有一件事，本宫现在还是处子之身，此事万一让皇上发现了，那我岂不是功亏一篑？我要你尽快找个背景干净点的男子，今晚送来我的寝宫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这事儿万万不可呀！万一被皇上知道了，本宫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，不得不冒这个险了。再说，若是本宫露了馅，你也脱不了干系。奴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好，等今晚本宫破了身，该怎么处理那名男子，你应该非常清楚。清楚，清楚，清楚。娘娘，奴才也会让他的嘴巴永远闭上的。娘娘放心。等这些闲杂人等都处理完了，就只剩下以丹哥哥。王爷，让奴才替您遮遮雨吧。除非以丹拿伞出来，否则我就继续在这淋雨。王爷，身子要紧呐。
儿叩见皇上。瞧瞧你堂堂一品列亲王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你看看你这个亲王，都成什么德行了？臣也不愿意这样做，但是以丹格格无故退婚，臣不服气，臣不甘心。塔儿，朕这趟来就是要替你把这件事搞清楚的，这下你总可以安心了吧？谢皇上。小木子，是皇上。王爷，请。还不快去禀报郑亲王，说朕要见以丹格格。是。格格，青儿求求您快开开门吧！您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这身子怎么吃得消啊？格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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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亲自驾临王府，请格格前去接驾面圣啊！格格，皇上亲自来看你了，您快开门呐！快出来呀，格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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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格格，格格，格格，哪儿去了？哎，格格，哎，格格。皇上，格格听说皇上来了，就跑了。现在陈总管已经寻格格去了。安总管，以后要是还有这种好事儿，可记得再叫我啊！一定。再这样下去怎么受得了啊？我还是先扶您回去吧。不，找不到以丹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以丹，王爷，以丹。
王爷，格格晕倒在那边了。啊！一丹，一丹，你怎么了？一丹，你怎么了？你快醒醒啊！一丹，快醒醒！一丹，塔儿，我没有资格，我没有资格嫁给你。对不起。什么对不起？什么没有资格？你把话说清楚，你说呀，一丹，一丹。王爷，王爷，您先别激动，你会吓到格格的，还是快把格格带回府吧。是啊，王爷，还是先带回府上吧，快呀！干得不错，多谢安公公提拔。一丹，一丹，你知不知道我这几天有多担心你吗？我守在外面，左思右想，就是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肯嫁给我。一丹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刚刚你为什么说对不起我？你为什么又说没有资格嫁给我？你不说没关系，但是我要你知道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对你的心永远都不会改变。一丹，我不能够没有你，我真的不能够没有你。塔儿，你刚才说的话都是真的吗？天地可见，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。无论一旦发生什么事情，我爱新觉罗塔尔都愿意娶她，爱她，永不变心。一丹啊，不要再任性了，嫁给烈亲王吧！啊！是啊，烈亲王这么痴情，你就答应他吧。一丹，你看，这是我们初次相遇的时候，我在朱雀桥上捡到的你的香囊。格格，你慢点。你看那边，格格，荷花都开了。你看，我们过去看看吧。那边好美啊！你看，我们过去。喂，姑娘。后来日子久了，我也忘了向你讨香囊。没想到
你不但留着，还把它放在身边。那个时候，我把这个香囊还给你之后，你就不愿意再和我出来了。而这个香囊，我原本打算在咱们俩大喜之日那天给你的惊喜。一旦我这辈子就认定你了，不会再有别人了。嫁给我吧，啊！一丹，大夫，小女到底怎么了？恭喜王爷，贺喜福晋。格格有身孕了。胡说！有关小女有喜之事，还望你守口如瓶。小的一定守口如瓶，请王爷放心。小的告辞了。好的，总管，宋大夫。是，王大夫，请。你说你这个额娘怎么当的？孩子有喜了你都不知道。我按照大清的律令，夫有妻婿，淫逸之罪不可饶恕。现在，一丹和列亲王尚未成亲，居然先有了孩子，你说该怎么办？王爷，一丹毕竟是咱们的孩子，咱们得赶快替他想个法子。我当然知道，可是你得先让我明白那孩子是谁的吧？王爷，王爷夫人，晴儿，我问你，一丹和列亲王是否有肌肤之亲呢？王爷，这怎么可能？格格向来守身如玉，和列亲王之间从未发生过越矩的行为。如果塔儿和一丹是清白的，那大夫怎么会说她怀有身孕？王爷，一旦铸成大错已经是事实，咱们现在发火也是没有用的。当务之急还是赶快想个权宜之策吧，王爷。就算塔儿对一丹一往情深，可他毕竟是个男人，哪个男人能容忍自己未过门的妻子跟别的男人有肌肤之亲呢？再说了，这件事传出去，你我的脸面往哪儿放？那你的意思是？一丹肚子里的孽种不能留。王爷，这毕竟是以丹的亲骨肉，咱们还是等他醒来再说吧。啊！就这么定了，不用在意了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格格，格格，王爷的话您都听到了。阿玛他好狠心，明明是我做错了事情，跟肚子里的孩子有什么关系？这对他来说实在是太不公平了。可王爷决定的事情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呀，难道真的让他把你肚子里的孩子给拿掉吗？青儿，青儿，只要你肯帮我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有救了。哥哥尽管吩咐，青儿在所不辞。那好，我知道在城郊50里开外有一间普寿寺，那里地处隐秘，人烟罕至。
我阿玛和额娘绝对不会找到那个地方去的。青儿，咱们现在赶紧收拾包袱，连夜逃到那儿去吧。王爷，王爷！哎呀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一大清早的，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啊，是，奴才刚刚去给格格送早膳时，看见格格带着青儿跑了，跑了啊！格格，好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格格，好，现在用力，用力，再用力，用力，再用力。格格，忍着，用力啊，格格。好，现在放松啊，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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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不要紧的啊，放松。用力啊！好，好，格格，好，再用力，格格，用力啊，格格，用力啊！好，格格，菩萨会保佑你的，菩萨一定会保佑格格的。再用一次力啊！用力，用力，就快好了，就快好了哈！用力！格格，生出来了！谢谢菩萨保佑，谢谢菩萨保佑，格格。恭喜格格是龙凤胎。格格，我这就去通知住持他们。格格，这门怎么打不开啊？青儿，怎么回事啊？什么味道啊？哥哥，着火了！哥哥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快把孩子抱走！好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西厢房着火了！什么？快去看看！这边火太大了，怎么办？那边，快！青儿，快带着孩子逃吧！哥哥，要走我们一
一起走。不，刚生产完，身子很虚弱，走不动。这是信物，玉印和玉蝴蝶。等将来孩子长大了，让他作为日后相认的凭据。快走吧！不，哥哥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快走啊！快！哎呀，快灭火呀！大家动作快点，快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哥哥，快给我！先救孩子！哥哥，快给我！救孩子！哥哥，快点走啊！我不会丢下你的，哥哥！哥哥，哥哥，你等着我！你等着我，我找人来救你啊！你等着我，哥哥！
我的孩子，姑娘你醒了，来，孩子在这儿呢。我的孩子，别哭。今天我们当家的一早上山砍柴，发现你浑身是伤，躺在山谷里，就把你们给救回来了。孩子，你一定要争气。长大以后，拿着这个玉衣和玉蝴蝶，认祖归宗，然后替你额娘找出杀害她的凶手。姑娘，你躺下吧，躺下吧，姑娘，躺下。哎呀，姑娘，你别这样，我是活不了了。这孩子，求求你把他抚养长大。不，求求你把他抚养长大。好。总算不负重托，孩子，你一定要平安长大。姑娘，姑娘，哎呀，当家的！你看，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去找大夫。好，姑娘。做事边听我说。我们广楚司共分为银库、皮库、瓷库、缎库、衣库、茶库等6库，以及银座、还有铜座、染座、衣座、绣座、花座、皮座等7座。另外还分为帽房、针线房2房。由于这次参选的人数众多，希望大家一定要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。倘若最后能夺得绣魁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就算做不了绣魁，你们也能分配到司库成为绣女，或到其他司库当将女。到那时，你们的生活就可以得到保障。第一关要考验大家的就是裁剪布料的基本功，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全力以赴。压！程序练18将，诸位，赶快压！我
可告诉你们，本届的秀魁明天就要揭晓了，今儿晚就封盘了，抓紧押啊押！抓紧！我押冷雪燕，冷雪燕，刘含香。我押御锦绣坊的柳含香。柳含香向来以手工精细、构图大胆闻名，御锦绣坊老板娘荣姨有了她这块活招牌，这些年来可是赚了不少银子呢，押她准没错。贝勒爷，这个忙我真的没办法帮。李广主，这个荷包是要送给我老太太，啊，也就是你们汉人所说的祖奶奶，送给她做寿辰礼物，时间很紧迫，还请李广主帮这个忙。贝勒爷，不是我不帮你这个忙，实在是调不出人手来，您还是另请高明吧。贝勒爷，对不住，我还得赶去征选会场，不奉陪了。赶紧的啊！时间不多了啊！哎，我跟你押柳含香。哎，这秀魁怎么可能是柳含香呢？那不然你以为会是谁呀？我认为啊，这届的秀魁应该是苏州的冷雪燕。嘿，这话怎么说呀？嘿，冷雪燕可是打遍全国无敌手啊！说她是神乎其技的天才绣娘也不为过。哎呀，不但这绣工细，手脚也快啊！据说只要是她绣的荷包，在街市那是供不应求啊，价格老被抬高呢。所以说嘛，想要赢钱呢，就跟着我押冷雪燕那就对了。对，押冷雪燕。冷雪燕。时辰到了，请大家停下来。李广主，请凭见。乌兰、桑华，把参与征选的名册拿来给我。是。这块布裁得一点瑕疵都没有，边缘的裁线平整顺滑。好，甚好，这是难得一见的好功力。冷雪燕，你过了第一关，恭喜你。多谢李广楚同司库。手艺不错，谢谢李广楚同司库。心儿，别难过。很好，
你能依照布料上面的花色、质地和纹路而进行独一无二的裁剪，既有创意，又不失优美和协调。谢谢李广楚，佟司库。这位甄选女子，怎么长得那么像一丹哥哥？我怎么这么没用，竟然连第一关都过不了？星儿，你别难过了，今年没过没关系啊，明年啊再来参加甄选就是了，开心点嘛。这就对了，打起精神来，笑一个。这就对了。韩香，虽然我没能入选，真的很难过，但是见到你顺利通过第一关，我真的很高兴。谢谢你啦。不过呢，这只是第一关，我们真正的考验呢，可是明天的绣花比赛。哎呀，那些事啊，等明天再来烦恼。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赶紧回玉锦绣坊，告诉容姨这个好消息。星儿，我还想去找一些比较好的绣花图样，好参加明天的决选。哎，要不然你就先回去吧。好啊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忙完赶紧回来。一会儿见。喂，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。真是个冒失鬼。给。怎么会少了一张啊？喂，你把我的绣花图样给弄丢了。对不起，应该是掉在这附近了，我去帮你找回来啊。喂，在这儿呢。哇，怎么会飘到树上去了？不要紧，我帮你拿。树这么高，你怎么拿呀？蹲下。为什么要我蹲下？叫你蹲下就蹲下，你哪来那么多话呀？来，蹲下。喂，哎呀，你蹲下。再高一点儿。哎，最高了。哎呀，再高一点儿啊！再高一点儿。站稳一点儿，再高一点儿。喂，不行了，我。手心呢？你抱着我干什么呀？你快放我下来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下流！姑娘，你别误会，我刚刚是为了救你啊。就是啊，人家为了救你。
佟司库，务必盯紧他们做好善后工作。最近这些杂役有些懒散，上头已经特别交代过了，在这个节骨眼上可千万别出差错了。李光楚，李光楚，参见贝勒爷。免礼。哦，贝勒爷，小的刚才不已经说过了吗？真的帮不上您的忙。你误会了，我是想向你打听一个人。贝勒爷，您要打听谁？冷雪燕。冷雪燕。冷姑娘，快跟我来，贝勒爷正在厢房候着呢。哎，等等，你说谁？啊，我说贝勒爷呀。贝勒爷？是啊，格泰贝勒是当今列亲王的儿子，既年轻又有才华，与那2个贝勒完全不一样。姑娘，您真是好福气啊！才来京城没多久，贝勒爷呀就找上您了。这……哎呦，咱们快进去吧。不成，我这个样子。怎么见贝勒爷啊？哎呀，姑奶奶，贝勒爷已经等很久了，容不得您多做打扮了。可是，哎呀，可是什么？快走啊！快走，快走！来，快走！进来。贝勒爷，人我带来了，有请。哎，冷姑娘，快请。民女冷雪燕，见过贝勒爷。冷姑娘不必多礼，请坐吧。谢贝勒爷。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拜托店小二去请冷姑娘，如有冒昧之处，请姑娘见谅。哪里？不知道贝勒爷这么急着找民女，有什么事吗？哎，是这样的，我想绣一个荷包，不知道姑娘愿不愿意帮本贝勒这个忙呢？小事一桩，雪燕答应就是了。多谢姑娘，事成之后。酬金自当加倍奉上。贝勒爷客气了。那要绣多久呢？这个图样呢不算繁复，只需要1个晚上就可以完成。明日此时，贝勒爷就可以来取荷包了。1个晚上？怎么可能啊？既是贝勒爷所托，民女定当全力以赴，绝不会令贝勒爷失望的。干杯！庆祝韩香初选过关，谢谢大家。来，吃菜啊，吃菜。韩香啊，多吃点啊。嗯。来，星儿。星儿，你怎么了？星儿又开心又难过。开心的是韩香你通过了初选，难过的是我连初选都没过。傻丫头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这次没有入选，下次咱们再来过呗。瞧你这点出息。就是啊，就这出息呀。星儿，你呢一定要相信自己，下一次一定会成功的。对不起，我破坏了大家庆祝的气氛。韩香，明天你一定要夺得秀魁，替咱们御锦绣坊争光。嗯，我会努力的。韩香的手艺，我绝对有信心。只是，韩香若是通过了征选，以后就得进宫，那我就再也不能拿她当活招牌了。荣姨呀，您就别难过了。我的手艺呢是您教的，如果今后我能成功夺得秀魁，那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自己，也属于您啊，属于我们御锦绣坊的每一个人，对不对啊？是啊，是啊，我是拿你寻开心呢，瞧你认真的。是吗？我看你是有3分真心哦。嘘，你这臭丫头，快吃吧！来，大家吃啊！来，多吃一点啊，多吃一点啊！荣姨也多吃一点啊。
冷姑娘，起床了！今天一早您还得去参加决选呢。冷姑娘，哎呦，原来冷姑娘早就起床了。小二哥，今天贝勒爷回来取荷包，麻烦你转交给他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哎，我看您精神不太好，您一宿没睡吧？没关系，荷包就麻烦你转交给贝勒爷了，我得准备准备。赶紧去参加决选。哎，好。司库，你觉得这届的秀女怎么样啊？这一届参加征选的秀工都非常的不错，其中有几个的手艺更是了得。你们觉得谁的作品有资格被选为秀魁呢？我认为柳寒香的《百鸟朝凤》绣得不错。我倒认为冷雪燕的《花开富贵》比较好。佟司库，那你的意见呢？冷雪燕和柳寒香他们的作品有优点也有缺点，但是整体来说，他们两个的作品都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。你们的眼光都很不错，我也很赞同你们的看法。既然如此，这届的秀魁就从他们俩人之间选拔出来吧。贝勒爷，荷包，麻烦你。